你知道电影《长津湖》究竟有多细吗？细节一，在5万里冲进北极熊团部时，第一眼看到的居然是墙上的金发女海报。大部分人可能觉得这个不可能，战场上怎么会出现这种海报？但事实就是这样，美军当时会将这种刊物大批的送往前线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《燕克了》，基本全是美女封面加性感海报，而且美军也非常喜欢将这种海报贴在军营之中。细节二，片尾战争结束报人数时，每个连都是伤亡过半，在5连报完数后就直接跳到了7连。报告，5连应到128人，实到38人。报告，第7穿插连应到157人，实到1人。6、8、9连都没有出来报人数，所以不只是谭子维带领的9连没回来，还有6连和8连也无人收还。细节3，首长问5万里有什么愿望，5万里回答说想要恢复7连建制。很多观众可能不太理解这是什么意思，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如果一个连队全部牺牲或者遭受重创，通常有2种结局，一种是直接取消番号，这样重新编队的时候就不用给新人介绍连队历史了；另一种就是调人进来，把连队人数补齐，并保留原有的番号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7连还是那个7连。5万里想恢复7连建制，说明他已经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了。细节4，5千里给站长点烟后顺走了一盒火柴，大家可能会想，觉得5千里喜欢占小便宜，但是在后面的剧情中，5千里就是用这个火柴盒点的炸药包，也侧面反映当时志愿军作战条件的艰苦，连一盒小小的火柴都要从别人那儿顺。细节5，雷公在发动总攻前喊开饭了。为什么打仗前要喊开饭了？这其实是因为当时志愿军条件非常艰苦，后勤不足，饿了只有冻土豆吃，在打下敌军阵地后才能吃上好东西，比如谭子维在美军桌上顺走巧克力，梅生把缴获来的罐头给士兵吃，所以雷公这样喊是为了鼓舞士气。细节6，在宋时轮检阅部队时，很明显的看到有2种不一样的敬礼方式，在我们印象中应该只有举手礼，旁边的这种敬礼方式叫做扶枪礼，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非常盛行，当时手拿栓动步枪的战士行扶枪礼，而拿驳壳枪的战士行举手礼，不过到现在扶枪礼已经被废除了。细节7，刚7连的战士新加入时都要报编号，我是第7穿插连第135名战士，没伤。这种报编号方式在士兵突击和我的团长我的团中都出现过。报告，我是刚7连第4956个兵。可见编剧蓝小龙对刚7连的执念有多深，在他眼里，刚7连代表的就是中国军人的精神。细节8，在进入朝鲜之前，志愿军战士们身上都飘着解放军的徽章，但是在入朝之后全部被指导员梅生上交了。这是我们第7穿插连全体干部和战士的帽徽和勋章。因为在当时，如果以解放军的身份去抗美，那等于是变相和美国宣战，对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我们没有好处，所以就改成了志愿军。细节9，5千里随身带着的小本子其实就是7连所有人的花名册，被红线框起来的都是已经牺牲的队员。雷爹壮烈牺牲后，5千里翻到了记者雷学生的那一页，仔细看可以发现上面的其他人的名字都已经被画上了红框，说明雷爹之前的连队队友全都牺牲了，现在他也要去找他们了。细节10，指导员梅生的家境其实是剧中最好的，因为他一出场就是骑着自行车。如果放在现在可能没什么稀奇，但是在当时自行车都是从外国进口的，普通人家别说骑了，只怕是连摸都摸不到，更别说他和他老婆是一人一辆自行车。由此可见梅生的家境一定不一般。此外，梅生还会操作美式无重力炮，这个也是当时美国使用的先进武器，如果没有良好的家境和广阔的见识，是很难对这些先进武器掌握的这么好的。而最重要的一个小细节是他看表的动作，周围其他的士兵都没有佩戴手表，只有他有。这个手表是前苏联第一手表厂生产的基洛夫牌手表，放到现在也价值不菲。后面的剧情中，梅生把这块手表送给了5万里，让他每隔3小时吹一次哨子，但因为5万里根本没见过手表，更别说认时间了，所以表盘才被涂上3个红色标记，只要指针走到标记的位置，就是吹哨子的时间。细节11，在电影最后的镜头中，5万里装了一把土，随后就是抱着5千里的骨灰回家的镜头，这点也是十分符合历史的，因为当时在美军猛烈的热武器攻势下，导致很多烈士的遗体根本找不到。5万里带走的这捧土不仅代表5千里，也包括了7连所有的烈士。